大家好，又到了 Brenda 的学习时间。今天我们来用几何节点和布量模拟创建流畅的这个有机动画。大家可以看见这一个有点像细菌一样的细胞一样的球就给这样挤压了啊。然后呢，这是我刚渲染出来的。然后呢，动态给大家看一下。OK， 就这样子，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成了这样挤压的样子。OK， 还可以再看一次。OK， 然后呢，好，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这里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呢是我后来做的。然后呢，之前的那个教程呢也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回到这个我们先存盘，然后呢再回到之前的那个文件里去。再打开多一个吧。这是 Blender 的 4.0 啊。我先把这个关掉。好，我们现在先打开后面的一个教程。然后呢，在渲染的时候我就发现问题了，当然教程也拍了，但是到渲染的时候我就发现有问题了啊。这是我拍完教程以后做的。OK， 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啊，但是呢，在渲染的时候，大家会注意到这一部分，这是一个重点啊。然后呢，可以看见渲染出来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呢？我后来找到方法了，因为呢，它有两部分，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出上摄像头，可以看见这里呢是有个盒子的，对不对？然后包住了这个这些球，而这个盒子呢，其实我们是有材质的 ，OK， 它有材质的，可以看见 shading， 因为呢这个盒子这个球呢是由这个这个球呢是由一个好，我们回到这个球这里。这个球呢是由这个盒子的几何节点出来的，对吧？然后呢，我再复制一遍，就成了这个盒子。而这个盒子呢，它同样也用了同一个材质啊，用了这个球的同一个材质，所以就导致了渲染出来就看不见任何东西，对吧？所以呢，我改了做法啊，就渲染出来的时候啊，给大家看一下，渲染是这样的。变成这样了啊，出不了效果，对吧？而事实上呢，其实这个效果是应该这个样子的，应该在最后一帧的时候啊，在最后一帧大概是一共就是大概就是应该是出这个效果，对吧？但是呢，就出不来效果。然后呢，所以我就跟大家说，我是如何修改的啊。所以呢，我是把它的这个材质啊。把它的这个材质这个几何节点关掉啊，把它的这个材质也就是说外面这个盒子的材质，这个文件是 main OK， 把这个外面这个盒子 OK， 刚才给大家示范过，它有个材质对吧？现在呢，我把它的材质删了，原来就是它跟这个球是一样材质的，因为它是从这个球的盒子复制出来的，这个 Colloid OK 挤压的这个盒子啊，给大家看它是这个球是这个材质，对吧？球是这个材质，而这个盒子呢，在这里的时候也是同一个材质，导致了我们渲染不出来，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它给删除了啊，给它一个新的。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们给它材质这里呢 ，transmission 你可以直接给它变1啊，但是呢，这 transmission 变1的时候，你还 render 的时候还是 render 不出来，对吧？那我们呢就还得回到这儿，然后呢，把这个节点往后拉啊，我们加一个Shift A 加一个 Make Shader 啊，这是这堂课一个重点啊。然后 Shift 加 A 加一个 Transparent BSDF 啊，这个节点就是透明的一个节点，把它粘上 OK。然后呢，在这里的时候呢，它的混合模式这里啊，混合模式 Blend Mode 换到Alpha Blend， Shadow Mode 阴影模式换到 Alpha Hash OK。好，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给 render 一张 image 看了。好，你就看到，哎，是不是这里有东西能看到了，对吧？但是还是模模糊糊的。
我们主要是因为这个 Mesh Shader 我们没有拉到最尽头，把这 Fat 拉到最尽头，然后再渲染。OK， 那这个呢就能渲染出来了，对吧？然后呢，这个比较重点的一个地方，这个教程里最重点的一个地方，我就说到这里。那后面呢就是正式教程啊，我把这个渲染如何渲染的一个设置放在最前面，是因为我也是到事后才发现这个渲染出了问题啊，然后呢就把这个更正放在前面给大家看一下。OK， 好，我们开始看正式教程，谢谢。大家好，又到了 Brenda 的学习时间。今天我们来用几何节点和布料模拟创建这个流畅的有机动画啊，比较短，40帧就没了啊。好，它们之间是我看看能不能45帧，看一下啊。它们之间是互相挤压 ，OK， 45帧、42帧 ，OK， 到42帧左右啊。我们再看一下 ，OK， 好，大概是到42帧左右，你可以看见互相挤压成型 ，OK。好，我们现在先存盘，然后呢，重新进入一个 Blender 的 4.0 来做这个课程。在打开 Blender 的时候啊，我们先说几何节点的教程。在 B 站点击我的人像，进入主页，点选合集和列表65。这里前面的合集文件夹是基础教程文件夹，包括虚幻引擎5啊，红庙。然后呢，还有虚幻引擎5的正式教程，以及Blender 的几何节点基础啊。然后呢，还有AI 的使用，还有 Twinmotion 啊，虚幻公司同另外一个做 3D 的 app 叫做 Twinmotion， OK， 还有 Marvelous Designer 的一个初级教程。在第2到第4页就是以 Blender 为主的各个分类的教程，随着教程推进，有可能位置会进行变化。然后呢，大家要找一个叫做几何节点的文件夹，打开就是比较进阶版的几何节点教程都在这里面 ，OK。然后呢，如果是基础的，刚才说过，在视频和列表第1页这里有几何节点基础。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先打开一个新的文件 ，OK。然后呢，这个 cube 啊，沿着 x 轴拉长3倍，看到了啊，拉成3倍。然后 Ctrl A Apply Scale。好，跟着呢，我们打开几何节点界面，几何节点编辑器，给它一个新的滚轮中间，让它放大看。然后呢 ，N 把这个侧边栏 N 键进去。好，在这里呢，我们加一个 Mesh to Volume， 就网格到体积。Shift 加 A， Mesh to Volume，MESH，to Mesh to Volume。VO， OK， 这样的话，它中间就变成了像云彩一样。但是呢，我们其实是需要体积的分配点的，所以呢，我们在右边要插一个 Distribute Points on Volume，OK， 是加 A， 然后是 Distribute Points on in Volume， 加在这儿。好，大家看，这点就出来了。然后呢，我们还要把这个点变成实例，所以是 A Instance on Point。好，点实例啊，点实例。然后呢，这点实例呢，我们要用icos 法的球来套进去，所以呢，我们去加 A， 加一个 icos file，icos file， 然后呢，把这个 icos file 的 mesh 连上它的 instance 实例。OK， 这个球呢有点不大规则，而且这个球的半径有点太大，我们先把半径改成 0.7 米，然后呢让它更圆一点，所以细分2、3。OK， 好，跟着呢我们还要让它的这个球有大的有小的，是吧？所以我们需加 A 加一个 random 的意思是随机 random value value 就是价值连上它的 scale， 那这样球呢就会有就是有大有小了，对吧？然后呢，我们把它的它的球最小值改到 0.6，
OK，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他们现在是挤压的太厉害了，是吧？所以呢，我们要让它，中间要留点距离，所以我们加插一个 merge by distance，OK，merge 就merge 啊，merge by distance 是距离啊，在 distribute point 我们先框选一下，把这两个往右移 ，OK， 好，然后呢，我们在这加一个merge by distance。Sheet A merge OK， 然后呢，它的 distance 稍微有点小，是吧？那如果我们把这个 distance 改大，那它的中间呢就会留有一定距离。好，跟着呢，因为这个球还不够圆滑，所以呢，我们在 insert on points 右边这里加一个 shade smooth，set shade smooth。好，这球是不是圆滑了？跟着我们再让它实现实力，加一个 A realize 就是实现的意思 ，realize instances OK， 让它实现实力。跟着呢，因为我们一会儿还要给它一个材质，所以我们在这里加 A， 然后加一个 set material 这些都是比较基础了。然后呢 material 这材质呢就用默认的这个就好了。好，跟着呢，我们再把这个球搞这个 distribute points on value 改到2 OK， 这球就是多了一点啊。跟着呢，我们可以这个 cube 这个 cube 呢，我们改一个名字叫 SPH1R1 surface GN OK， 然后呢，把这个球去加 D 多一个 OK， 然后呢，给它改个名字叫 collider， 双击一下 COLIDER 叫对撞机我用小写 OK COLIDER OK 对撞机然后呢，我们把它的几何节点这个擦掉，不需要这样的话它就变成了一个 cube OK。好，然后呢，我们用伸缩工具把它拉大，套住这个球让它完全套住这些球 OK， 完全套住，不要露出来。好，全套住，前后左右看一下 OK。 然后呢，我们要让它就是像框架一样，不要包住里面的球，对吧？我们先把伸缩工具关掉，然后呢，在这个叫做 Object 的 Properties 工具下面，这里有个Viewport Display， 然后呢，这下面让它显示什么呢？显示的是 Wire， 这样的话呢，看到它是一个像框架一样的东西好，跟着呢，我们选这个框现在给他们做之间的这个物理动态选这个框，先把碰撞给擦掉，然后呢再选这些球 OK， 然后呢这个呢就用布艺close 好，然后呢 quality steps 呢我们给它一个10，它的之间这个数这个叫 speed speed multiply 这里叫中文是速率倍增其实就是不让我们把数字调小，其实就把这个 animation 调慢 0.01 OK， 然后下面 stiffness OK stiffness 是硬度，下面这个 tension 呢是张力，然后 compression 呢是压缩，我们把这两个值改到10当然你可以把它给调一下，在你做完了以后调一下，按照你的喜好来做 OK 来调。我现在只是按照最好的，我认为最好的这个数字。然后呢，下面 damping 呢是阻尼，然后呢，同样它的 tension 和 compression 我就不翻译了，刚才翻译过了 OK， 就是2 OK， 跟着呢给它也施加压力 OK， 这压力呢给它90，还有 collision 碰撞，我们把自碰撞给勾选 OK， 然后呢它的自碰撞给勾选，然后呢它的这个quality OK 碰撞的这里collision 这里呢 quality 改到15然后呢还有一个它
压力已经搞了啊，碰撞。然后呢，还有一个 field base 啊，field base 是传重。然后呢，我们把它失重力，所以 gravity 变成0，这个重力这里 OK。好，现在呢，我们先把它几何节点我们已完成了，我们把搞到时间针，我们先播放一下子。好，现在呢可以看这个对撞机啊，这个对撞机捏成这样了，对吧？如果想让它起作用更好的话啊，我们转回这个框啊。如果你我现在是已经可以了，对吧？但是如果你就是没有像刚才那样子挤压的这种样子的话，它可能有些露出来或者怎么样的话，你就转回这个框啊，然后呢进入编辑模式，进入编辑模式 F3，按一下 F3，然后呢选这个 Flip Normals，OK，然后再出去的时候，你播放应该这个球跟球之间啊，就球和这个框之间就会有互相挤压的这个状态，会做得特别好啊。刚才就是说，如果你没那么好的话，你现在可以按就刚才我说这一步。好了，这做完了以后，我们回到物体模式下，然后呢，因为它现在是这样挤压啊，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样挤。现在呢，我想让它就是有加些外力，所以呢，我们添加一个force field 的vortex，OK，vortex。像这个 vortex 是怎么运动的呢？啊，我说回这里，然后我说过这里有个最基础系列教程啊 ，Brenda 的最基础系列教程3啊，这里呢就有 force field。好几个 force field 啊，这种就刚才说的这个添加force field 这些啊，最常用那些有些什么作用，就是按这个 OK， 这里就有了啊，最基础系列教程3。然后呢，现在加了这个 force field， 它是这样子 OK， 这样子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动态吧，还是大家好，又到了 Brenda 学习时些比较立场 force field 加粒子系统一个这样的一个文章啊，是比这些打开这个 force field 哈，第一个 force 啊，让立场让所有的粒子朝这个沙发导进吧。好，我们先看，在这个物理设置这里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相应的那个动态啊，它的那个我看看有没有这里啊有。好，我们不打开这里这个动态来看一下啊。例子，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子啊，它真正的这个立场模拟 ，OK， 一些主要立场模拟，看一下这个动态。好，这个是 force field， 现在教的是这个是风力，这是比较常用的。好，它就沿着风吹的方向走的。第二个是 force，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远离，吹开 ，OK。vortex 啊 vortex 了，这个 vortex 就是我们这一次 vortex 教的加的。分开啊，你看绕着圈啊，吹开 ，OK， 是绕着圈这样吹开的 ，OK。好吧，然后呢 vortex 你们就知道了哈。好，跟着呢我加了以后啊，给它强度给增加 strength 变成60 OK， 然后 noise amount 变成10 OK， seed 24。好，然后呢我们播放一次。跟着呢，跟这个球啊，这个球呢，所以我们就要给它再选这个球，给它加多一个细分修改器。OK， 好了，跟着我们再播放一次。
是不是更加圆滑 ？OK， 好了，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给它是先设一个世界背景啊，让它亮一点。进入 environment texture， 我随便先给一个背景，然后呢，我们再回到再真正设它的一个背景。OK， 我们先在这里先设一个HDRI 环境背景啊，就是 polyheaven.com 这个网站啊，直接进HDRIS 找一个合适的背景啊。我现在只是让它有光亮度，所以呢，我选一个背景是我选一个这个黄色的。它的黄色的背景，因为一会儿我给它设置这个小球球是黄色 ，OK， 好 ，Open， 然后呢 Viewport Shading，OK， 然后呢，我们跟着可以把这个Render Property 这里我们把 Ambient 打开，然后呢还有一个Color Management 可以找 Look 颜色管理 Very High Contrast， 还有一个呢让它世界背景变要不要变透明，一会儿再说吧。我们先不变透明，一会儿再说。然后呢，也可以先变透明吧 ，transparent，OK。好，跟着呢，因为我们如果变透明的话，一会儿这里它的背景就没那么好看了啊，算了，先这样吧。然后呢，跟着我们选camera，OK，选 camera，然后这里也选摄像头在 viewport display 的时候，我们先给它摄像头装好现在没装好，点击摄像头 ，N 键从侧面来 ，View 点击勾选 Camera to View， 按住鼠标中轴让它摆到比较好的位置互相挤压的这个位置这里 ，OK， 勾选关掉。好，跟着呢，我们把它外面的景物都给变成黑色，所以呢，在这里有个 Viewport Display 把这个勾变成 0.5 的变成1，那这边挤压我们就能看见了，对吧？跟着还是选这个沙发，就是这些球，这个材质，然后给它一个材质球我们给它一个橙色，我给它一个橙色 ，OK。然后呢，因为刚才我们在几何节点在这里拉多一个几何节点出来，拉多一个界面，然后变成几何节点我们选回它，然后呢给它点击这里，它的几何节点才会，因为我们刚才最后的时候在这 set material， 所以呢它就能直接把这个的材质导到这里面来，对吧？好了，现在呢我们这个材质呢我们要再做一点这里点回 Viewport Shading， 这里点击摄像头然后呢我们把 material 变成1 ，OK， 然后呢这些值呢我们先加一个 Fresnel Shift A， 因为想让它 BNG 发光就像如果做宝石也是要用这个的 ，OK， 粘上 Base Color，OK， 然后呢这里呢变成 1.6， 好，现在它这发黑怎么办呢？那我们再加 Shift 加 A， 然后呢Shift 加 A 加了 Color Run，Color Run。像这个材质节点如果不懂的话怎么办？又是回到这个最基础系列教程这刚才说的那个 Force Field 看的是最基础系列教程3，如果是材质节点，在第2页看最基础系列教程2，有6堂课是最重要的材质节点 ，OK，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黑色变成浅橙色，我们把它变成浅橙色，然后呢这个白色这个白色我们变成中橙色，就是稍微橙一点然后呢把它移大概 0.27 左右 OK， 好，这样的话它就有这个间隔了，对吧？跟着呢我们再加多一个Shift A 加一个 Color Run， 加到一个 Color Run同样把它的这个Fresnel 的 Fat 粘上这个 Color Run， 这里的 Color 呢粘上它的 Normal 节点 OK， 好，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这个互换白黑互换，然后呢把这个黑杆 OK 0.14 OK， 好，然后呢我们在这别忘了这是 ambient 渲染，然后呢
你可以set shape move 啊，这里都做好了。然后呢，我们再看，播放一次看看。好，我们这里基本上做完了啊。OK，可能它的这个修改器这里啊，这里这忘了，这 viewport 这个啊 subdivision surface 我们要把它给把这个数字给调大。OK， 这样的话它才会圆润一点。好，我们再播放。这里4是不是有点多？3，这个细分啊，我看看有哪里有点问题。那这个细分修改器呢，这是只是变2 viewport 变2啊。好，我们再看一下。然后呢，这里刚才说过，这个给50帧好了。然后呢，还可以再细调，这个稍微发亮一点，浅一点 ，OK， 这个发深一点，看看要怎么调，让它的这个行了啊，所以一定要看清楚这里怎么调啊，稍微小一点，好 ，OK， 好，然后呢，我们再播放。这样来挤压 shading normal roughness 哦，怪不得不行，连到 normal 了，应该连 roughness OK， 好，这才对的。好，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球 OK 这个球来调啊，怪不得刚才我们这把这里给连错了，连到 normal 去了啊，应该连 roughness。好，我们现在播放。好，这个效果就马上就出来了，对吧 ？OK， 然后呢，这个课程呢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观看，请喜欢这个课程的朋友给我个点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在视频右下方点关注，谢谢大家，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明天再见，拜拜。